梁朝伟1962年6月27日出生于香港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。小时候不是看到赌徒父亲赢钱后喝得酩酊大醉，就是听到父母为了钱大吵大闹。后来父母离婚，父亲离开了他们，小梁朝伟的母亲只能含辛茹苦地独自照顾兄妹二人，直到供梁朝伟读完一间私人小学，家中经济逐渐难以维持。1977年，15岁的梁朝伟开始辍学打工。为了贴补家用，他在舅舅的杂货店当起了报童，后来还先后卖过空调、洗衣机和冰箱。1982年，20岁的他在好友周星驰的介绍下，进入了香港无线电视广播公司艺员培训班，与周星驰、吴镇宇、欧阳震华成为同班同学。毕业后，他先是主持了无线电视翡翠台儿童电视节目《430穿梭机》。后在84版《鹿鼎记》中饰演韦小宝，他将原著中韦小宝的油滑机灵、市井痞气与狡黠侠义完美融合。从开场偷鸡时贴狗皮膏药、盘辫子的混混造型，到与刘德华饰演的康熙朝堂斗智时的嬉笑怒骂，每个细节都鲜活生动，连金庸都称赞这是最像书中的样子。1989年，他在《杀手蝴蝶梦》中饰演黑帮老大神爷的司机阿祥，痴心暗恋王祖贤饰演的阿丽，却始终隐忍克制，最终选择成全阿丽与旧爱阿烈的逃亡。这个角色将舔狗式深情演绎的令人心碎，尤其码头诀别时强吻阿丽的一幕，成为香港电影经典一幕。他也凭借本片首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90年代是梁朝伟事业的黄金期。1990年，在王家卫经典《阿飞正传》中，梁朝伟仅在片尾以2分半钟的长镜头惊艳亮相，饰演一个无名赌徒。他身着白衬衫，在逼仄阁楼里修指甲、梳头、数钞票，用近乎默剧的肢体语言，将60年代香港底层人物的疏离与颓废凝练成影史经典。尽管戏份极少，但这场被剪掉前传故事的独角戏却成为梁朝伟演技转型的关键节点，让他首次意识到电影表演需要全身心，而不仅仅是表情，更促成他与王家卫后续长达30年的合作。1991年，在《倩女幽魂3：道道道》中，梁朝伟接替张国荣饰演呆萌小和尚石方，以纯真善良却屡屡被骗的形象，颠覆了前2部的书生设定。他既会被女鬼小卓戏弄得手足无措，又能在危急时刻以赤子之心感化他人。拍摄时，他剃光头发，拒绝王家卫《阿飞正传》续集的邀约，吊威亚磨出水泡，仍坚持亲自完成打戏，与张学友即兴碰撞出市侩版燕赤霞的喜剧火花。1993年，在喜剧经典《射雕英雄传：东成西就》中，梁朝伟颠覆形象，饰演反派欧阳锋。这部影片是王家卫东邪西毒的喜剧版应急之作，仅用27天拍完。梁朝伟白天在刘镇伟的片场疯癫搞怪，晚上又得切换回王家卫的深沉风格。尽管拍摄仓促，影片最终还是以2200万港元成为当年的票房黑马。1994年，他在王家卫电影《重庆森林》中饰演深陷失恋阴影的孤独警察663，每天通过对着毛巾、肥皂等物品倾诉来排解寂寞，细腻地演绎了一个将心事深埋心底的都市男人形象。拍摄过程中，由于王家卫的即兴创作风格，梁朝伟的戏份大多在摄影师杜可风实际居住的公寓完成。王家卫未提供完整的剧本，仅给出情景，让演员自由发挥。这也间接使梁朝伟即兴设计的与物品对话桥段成为影史经典。同时，这部电影也助梁朝伟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和第3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同年，他在武侠经典《东邪西毒》中饰演被命运撕裂的悲情剑客芒武士，因妻子桃花与挚友黄药师的背叛而远走沙漠，以欧阳锋手下杀手的身份苟活。尽管戏份不足20分钟，但拍摄时王家卫也只提供了3页剧本。他在陕西榆林的沙漠中昼夜颠倒的拍摄，让他一度分不清现实与角色。在经历27次失败后，崩溃到大哭，才最终设计出酒越喝越暖，水越喝越寒的经典台词。1997年，他被王家卫告知要拍硬汉侦探片，而前往阿根廷。抵达后才发现，实际要拍的是同性爱情电影《春光乍泄》。且第一场戏就是亲密戏份，这让性格内向的梁朝伟一度崩溃，试图逃回香港，但因剧组护照全被王家卫扣留，只能作罢。最终还是在同被叫来拍寻亲故事的张国荣安慰下，勉强完成拍摄。
影片中，梁朝伟饰演隐忍深情的香港旅人黎耀辉，与张国荣饰演的何宝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开一段同性虐恋。黎耀辉像春蚕般用责任与妥协织就爱的茧房，默默忍受何宝荣的任性背叛，却又在酒馆录音机前的崩溃痛哭中展现了压抑的绝望。拍摄过程中，梁朝伟在思乡梦中仍坚持每日为患病的张国荣煮粥照料。原剧本中，他与张国荣的床戏因个人底线拒绝拍摄，王家卫便即兴改为暧昧舞曲，却意外成就了影史经典。2000年，他在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中饰演儒雅内敛的报社编辑周慕云，与张曼玉饰演的邻居苏丽珍因发现各自配偶出轨后而逐渐靠近，却始终在道德与情感的拉扯中克制隐忍。梁朝伟以会说话的眼睛，将角色压抑的欲望和孤独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拍摄历时15个月，王家卫仅提供2页剧本。梁朝伟与张曼玉在无明确台词的情况下即兴表演，甚至因长期沉浸角色而难以抽离。2002年，40岁的他在现象级港片《无间道》中饰演卧底警察陈永仁，这是华语电影史上最具深度的悲剧角色之一。他潜伏黑帮10年，用痞气伪装正义，以烟瘾缓解焦虑。唯有在心理医生面前那句“其实我是警察”的独白和目睹黄警官坠楼时踉跄后退的崩溃瞬间，才泄露了他撕裂的灵魂。梁朝伟以近乎完美的表演封神，天台对峙戏份中那句沙哑的对不起，我是警察，既是宣言更是哀鸣。这个角色让他横扫第22届香港金像奖、第40届金马奖，成为双料影帝，更被美国 Clotrudes Awards 提名最佳男主角。拍摄期间，他仅用20天完成戏份，每天工作3到4小时，幕后主动降低片酬，以支持资金紧张的剧组。这部电影不仅定义了香港警匪片的新高度，更成为叩问人性本质的存在主义预言。不久后，《无间道》剧本被多个国家购买并翻拍，其中最著名的是2006年由华纳兄弟购买，马丁斯科塞斯执导，莱昂纳多·马特达蒙主演的《无间道风云》，背景改为波士顿爱尔兰黑帮，风格更血腥直白。这部电影最终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。2004年，他在2046中延续了《花样年华》中的周慕云这个角色，并将他塑造成一个沉溺于记忆与情欲的颓废作家。他在《东方旅馆2047房》窥视过往，将现实中的情感创伤投射到科幻小说2046的创作中。为精准诠释角色，梁朝伟与王家卫合作长达5年，期间因无剧本拍摄反复调整表演，甚至因导演对细节的偏执重拍数十条。最终凭借收放自如的演技，助他提名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2007年，他在李安执导电影《色戒》中饰演外表儒雅、内心阴鸷的汪伪政权特务头目易先生。拍摄期间，他通过减重10斤后凹陷的面颊、审讯室暴起的青筋，以及情欲戏中从暴力到脆弱的眼神转换，将角色在权力与欲望中的扭曲与孤独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他还为贴近角色闭关研究40年代男性举止，从领带技法到点烟姿势都力求还原，甚至深夜独自在片场踱步默念台词。与汤唯的3场关键情欲戏拍摄了7天7夜，清场后经过13次磨合才完成。这种近乎自毁的投入让李安感叹，他们不是在演戏，而是活在了那个年代。影片上映后，梁朝伟因入戏太深，患上了幽闭恐惧症，但他突破性的表演最终成就了这部叩问人性深渊的经典。这部电影也助他获得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同年，他在张艺谋导演的武侠史诗英雄中饰演赵国刺客残剑，以剑法天下第一、书法境界高深的侠客形象登场，却因目睹苍生苦难而放弃刺秦，从复仇者蜕变为悟道者。梁朝伟以克制内敛的表演，将角色从愤怒到悲悯的转变层次精准呈现。尤其与李连杰湖面论剑时衣袂飘飞的侠者风骨，与张曼玉殉情时的凄美决绝，均被色彩叙事烘托成视觉诗篇。这部影片最终以2.5亿人民币创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纪录，他塑造的残剑也成为华语武侠片经典形象之一。2008年，在吴宇森执导的史诗巨制《赤壁》中，梁朝伟临危受命，接替周润发饰演东吴都督周瑜，以颠覆传统的形象塑造了一位潇洒幽默、胸怀韬略的儒将。拍摄期间，他戒酒数月，并忍受高温盔甲，拍摄千军万马厮杀戏，甚至在河北易县拍摄时，险些因群演失误被长矛戳伤。
2013年，在王家卫导演的武侠巨制《一代宗师》中，梁朝伟饰演咏春宗师叶问，以静水深流的表演，将这位武林泰斗从佛山富家公子的儒雅到香港落魄武师的坚韧，层层展开。为贴近角色，零武术基础的梁朝伟跟随叶问关门弟子梁少红苦练3年咏春。拍摄时左臂被武士踢断，仍坚持完成雨夜独占群敌的经典镜头。而王家卫无剧本的拍摄方式，也让他一度闭关9个月，甚至婉拒周星驰的五指建议，以保持角色纯粹性。尽管影片横扫金像奖12项大奖，并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，梁朝伟却意外败给张家辉，错失当年影帝。但其塑造的叶问以一条腰带一口气的武者风骨，成为王家卫口中沉默力量的最佳诠释。2018年，他在奇幻喜剧《捉妖记2》中颠覆形象，饰演江湖赌徒屠四谷，顶着负债累累的落魄造型，与 CG 妖怪笨笨组成欢喜冤家。这是梁朝伟首次挑战无实物表演，需凭空想象妖怪反应，避免肢体接触干扰后期，坦言快要被搞到崩溃。影片虽然评价2极，但却以22.37亿票房，成为梁朝伟个人一番最高票房作品。2021年，他在漫威首部华人超英电影《上汽与十环传奇》中，饰演因丧妻之痛而堕入偏执的千年霸主徐文武，以十环之力统治地下世界，却深陷扭曲的父爱。他既是对儿子上汽实施残酷训练的暴君，又是因失去挚爱而崩溃的痴情丈夫。为塑造角色，他克服童年被父亲抛弃的心理阴影，花2个月揣摩角色矛盾性。拍摄时未提前准备，却完成了高难度打斗。尽管角色原型争议不断，但梁朝伟也凭借此片获得 Gold House 最佳男配角奖。2023年，61岁的梁朝伟在谍战电影《无名》中饰演潜伏于汪伪政府的特工何主任，以西装革履的儒雅形象与暗藏锋芒的眼神戏，将地下工作者的隐忍与果决演绎得近乎完美。为贴近角色，他提前3个月苦练普通话原声台词，甚至拒绝导演程耳临时修改对白，以免影响背诵记忆。拍摄时更因导演对细节的偏执，反复打磨镜头。这部影片也助他横扫金马奖、金像奖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，成为华语影坛首位3金大满贯影帝。感情方面，他在1988年与曾华倩分手后和刘嘉玲相恋，2008年在不丹举行了盛大婚礼。婚后多次被拍到一起逛街、吃饭。2010年，港媒报道两人积极造人，但未成功，最终选择了丁克生活。私下里的梁朝伟性格安静，喜欢独处，曾因坐飞机去伦敦喂鸽子的传闻走红网络。近年来定居日本，享受滑雪、摄影等爱好。2025年63岁的他成为斯凯奇亚太区代言人。广告中的他调侃自己，除了喂鸽子，还喜欢随意走走。梁朝伟的人生是从贫民窟报童到5夺金像奖的亚洲影史传奇，用花样年华的隐忍与无间道的挣扎，将社恐者的孤独淬炼成荧幕上最蚀骨的眼神。他像王家卫镜头下徘徊的诗人，在刘嘉玲的烟火气与张曼玉的文艺梦中找到平衡，最终以白发骑行者姿态隐居日本，证明真正的巨星无需喧嚣，安静本身已是惊世骇俗的表演。